你还记得100天前的自己在做什么吗？大家好，这里是小王养成日记，一个刚满100天的视频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做视频第一个100天的心路历程。Hello， 大家好，我是网红猎山小王。初次见面，还是比较腼腆的。此时面对镜头还很不自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26天之后我将正式失业。更没有想到的是，此刻正在冥思苦想的第一期视频内容，最终聊的却是裁员的话题。双十一这一天，刚刚在前夜见证方 plus 夺冠的我，领取了裁员奖杯，淡然的结束了这一段短暂的职业生涯。51%的裁员比例让我的朋友圈充斥着离别的主题长篇作文，而我其实什么都不想说，仅仅分享了那一首我听了一整天的涅槃，并配上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句歌词。大家好，我是阿布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我重新开始了拍摄尝试。我的表现非常的不自然，几乎每一条都要拍上几次甚至10几次才能满意。就这样，第一期的视频我拍了整整3个小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 UP 主小王。这是我在 B 站的第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准备了有足足1个月，虽然我特别想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发出来，但是中途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第二天，我找到当初一起创业的好兄弟来教我如何剪辑，20多分钟的视频最终被砍到了9分钟。那天我坐在麦当劳2个小时学会的3板斧被我应用到了今天。2年后的凌晨，我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来描述我摸索剪辑方法时的无助。卡着精打细算的晚高峰时间，我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条 vlog。然而眼前的现实却是一如既往的冰冷。在28日晚到30日晚的2天时间里，视频播放不过几百。28日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视频下面突然出现了回复不完的评论。然而第二天醒来，什么都没有。29日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视频下面突然出现了数不完的谩骂评论。然而第二天醒来，评论区只有1条评论，内容是霸屏。30日晚上，零星出现了20-30条评论，于是我打算回复完之后就睡了。可是没想到这一回复就回复到了第二天凌晨的3点多。不知道是激动的原因，还是不间断集中精力打字让我有一些疲劳的原因，我开始喘不上气。于是我打开了自己家的窗户，想透透气。看着远处亮着灯的望京 SOHO， 突然感觉刚刚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于是我第二天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来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在做梦。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每天1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忙于回复粉丝和观众的评论跟私信，其中不乏很多人表示自己也想成为 UP 主，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于是我决定拿出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的把整个过程全部复盘分享给大家。但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经验在这一次却狠狠地欺骗了我。0粉丝的我是如何一个视频获得30万播放量，吸粉1.2万的。这是我的第2期视频标题，也是标准的复盘文章标题格式。但视频发出后却受到了一位粉丝的评论加私信批评，让我明白了这样的标题会严重伤害粉丝的感情。当时的我仿佛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批评我的粉丝送出了一张大会员季卡。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行为引来的却是更多更猛烈的抨击。因为这一次的错误，我的所有行为都仿佛成为了炒作，而我的解释换来的却是更多的批评。那一天刚刚给粉丝们录完歌的我，明白了站在人群中间的委屈。当然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你的言行能够影响很多人的时候，你就应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当时我想，可能我不配得到大家的喜欢，但我的情怀还在，哪怕凉了我也要把自己想做的视频做出来。于是我发出了我的第4期视频，从双非本科到第3，到跨行互联网，聊聊我的非主流大学生涯，并在动态上写下这个视频做完我在 B 站无憾了。没想到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获得了10万加的播放，刚刚成立的粉丝群从40多个人一下子变成了400多人，这让我的责任感更重了。女朋友说我已经进入癫狂的状态，而我立志用视频将我对世界的全部感知都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普通到甚至有点倒霉的90后，我希望能够陪大家成长，让更多的人在我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可能性。于是我开始分享我的情感，分享我的生活场景，分享我的专业知识，分享我的成长环境。我燃起了对生活前所未有的希望，我开始提前规划春节期间要做的视频内容，并将其中一部分提前录制。万万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春节窝在家里的我无比的沮丧，失眠的我突然刷到了科比的死讯，这让我的沮丧瞬间被放大到难以释怀。写下心中的文字，凌晨4点跑到楼下的厨房，顶着寒风录完了这一期缅怀节目。当我不眠不休的在早上上传完视频之后，回到床上倒头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这个视频在某平台上已经40万播放了，而评论之中除了共鸣之声以外，还有很多人诅咒我得上肺炎，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这个时间点去缅怀一个外国人。就这样在家里度过了丧气的1个月。
月，一面骗着家人自己的工作还在，一面为不方便创作且没有收入而急火攻心。做程序员的表弟为了保住他的实习跟转正的希望，提前踏上了返京之路。而我面对生活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在人生最矛盾的时间点，我用视频记录了特殊时期单亲家庭的生活点滴。而回看这2期视频，我认为这一切都将成为我一生的财富。如今距离第1期视频发布已经过去整整100天了，在各个平台收获了6万多名支持我的小伙伴，收到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鼓励与认可，学会了笑对喷子杠精，学会了品味生活，面对工作更难找的现实，仍然能泰然处之。这一切都源于最开始的那个选择，拍我的第1期 vlog 视频。94年出生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我成长的这个时代，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究竟算是幸运的还是不幸运的。可那又如何呢？人生苦短，无论命数如何，我想看到更多属于我们的可能性。我想变得更帅，我想变得更有钱，我想认识更多有趣的朋友，我想走遍大千世界。这些都可以实现吗？100天以前的我一直逃避这个问题，而如今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探寻我们想要的答案。